历史上那些波谲云诡的大阴谋，失败的原因却常常是一个很小的不可控因素。明智光秀在1天之内，通过一系列精彩的军事操作，做成了几乎不可能成功的秘密夺取京都控制权。到了真正本能寺之变时，似乎一切也很顺利，甚至有织田信忠自己不撤退这种天赐良机。然而，消失的织田信长却成了对明智光秀的最大打击，在明智光秀叛乱成功的同时，也敲响了他的丧钟。今天我们接着聊明智光秀本能寺之变的最大败笔——消失的织田信长。这里是巫女花算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关注哦。太田由一的信长公记对织田信长遇害的情况记录如下：织田信长起初用弓箭作战，然后弦断了，他又用长矛继续作战。后来他的手肘受伤，于是退到里屋，他让侍女们各自找机会逃生，自己则在屋里放火。为了不让明智军找到首级，信长见火势足够大之后，再关上门窗切腹自杀。关于信长的继承人织田信忠，同样按照信长公记的记录，信忠切腹时对负责借错的连田新介命令说：“等我死了之后，把房间沿墙的木板包下来，然后把我的尸体放在里面藏起来。”明智军在围攻中毫无慈悲，将信忠的一门和家族成员尽皆杀死。城里非常混乱，信忠也是等到火势很大的时候才切腹。连田新介完成借错后，如命令的把信忠的尸首藏在地板下，其状甚惨。之后2条城在火海中崩塌，而福安信长记则这样描述：随后织田信长去到本能寺的后屋放火，很快本能寺被烧成灰烬。后来明智军寻找织田信长的首级，一直找不到。光秀认为信长可能混入了逃难人群活了下来，显得很狼狈，慌忙命令士兵进行搜索，但是也没找到。最后信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更加可信的路易斯·弗洛伊斯的日本史中则是这样记录：当明智的军队到达本能寺，他们先杀死了守门士兵，此时寺内没有任何发现叛乱发生的迹象。由于跟着信长来本能寺的只有年轻武士、茶艺师和侍女，因此明智军没有遭到太大抵抗。一名被安排的特殊任务的人和士兵们一起进到寺里，然后他看到了信长刚刚洗完手和脸，正在擦干身体，于是立刻向信长的背部射了一箭。信长拔出弓箭后，取来一把像是长矛又像是镰刀的长柄武器作战，那肯定是剃刀了。但战斗一会儿之后，他的手腕中了一颗子弹，于是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在那里切腹自杀。也有其他人说，他进屋立即放火，不是切腹，而是被烧死了。但火势太大，大家都不能确定信长是怎么死的。他们所知道的是，那个仅凭声音、仅凭名字就能让所有人胆寒的男人，每一根头发、每一根骨头都被烧成了灰烬，地上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有了上述记录，看来织田信长和他的继承人织田信忠确实有刻意把自己的尸首藏起来，明智军可能真的没有在现场找到。织田信长的尸体在本能寺中被烧毁，这不仅是通说，甚至可以说是世界范围的历史常识之一。而且信长和信忠都机智地选择关闭门窗再放火。一般来说，密闭的木质房屋中的火灾温度会在5到10分钟之内上升到500度，1个小时之内上升到945度，2小时内上升到1049度。而日本标准的火葬场炉子是在800度到1200度之间运行大约1个小时。这样看的话，二人确实给自己创造了被烧成骨灰的环境。但理论毕竟只是理论，建筑爆端的室内火灾被烧死的新闻，基本都可以通过遗体确定身份。毕竟在真正的火灾中，由于温度的剧烈波动，不可能像火化炉那样保持一个稳定的燃烧水平，几乎不可能烧到一点都不剩，甚至连地上的影子都没留下。如前所述，福安信长记认为信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让明智光秀很狼狈。明智光秀的好友吉田兼见在日记中则写道：本能寺、2条城和其他的地方都被火烧了，洛中和周围地区发生了巨大骚动。明智光秀已经击败了京都城内所有的信长支持者，并且在下午2点左右向大津街的郊区推进。我在马背上飞奔，在立田口附近追上了明智光秀。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然后我拜托他保护我的领地。按照信上的内容，光秀是在上午9点左右放弃了在本能寺寻找信长的尸体，转而指示下属继续攻击洛中和洛外的织田军残党，并且寻找信长。但事情仍无进展，于是下午2点左右，他指示下属继续在京都寻找信长的遗体，他自己则是赶去接手安土城。途中在立田口附近遇上了吉田兼见，可见当事人根本没有考虑过尸体被烧没了的可能。
而是认为信长的遗体被其他人夺走藏了起来。以明智光秀和吉田兼见的经历来看，他们对烧烤大会简直是太专业了，不太可能漏掉这么明显的可能性。所以我更相信，确实信长就是遗体不在本能寺里面。至于信长或者说信长的遗体去了哪里，就请回看上一期本能寺之变后的织田信长视频了。如上所述，没有找到信长和信忠的尸首，光秀表现出了狼狈。再次寻找之后，竟然还是连个骨架都没有，这就更让人心里发毛了。上个视频中我说过，京都朝廷官员山科研经的日记中写道，他12日去阿弥陀寺吊唁织田信长墓地，而同样是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内容。6月2日，明智光秀叛变，在凌晨5点多冲进了织田信长的住处本能寺，信长立即被杀，织田信忠也离开了他在妙觉寺的住处，躲进2条城，但不久也被杀。6月3日，明治军寻找织田信长首级，京都城内一片骚动。6月4日，京都城内持续骚动。福安信长记者写道，6月2日，明智光秀将寻找信长尸体的范围从本能寺扩大到了整个京都城。直到6月4日，明治的部队一直在继续寻找信长的尸体，这引起了很大骚动。如果明智光秀没有将织田信长的尸首公诸于世，证明他肯定已经战胜了信长，就会有人利用来进行信息战，这会阻止观望大名们加入光秀的军队。然后明智光秀所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正如我在上个视频中提到的，丰臣秀吉迅速写信，谎称信长、信忠父子安然逃脱，给西国的大名们稳定局势。上个视频中说到了各种信长失守结局的假说，都有一个本质的相似点：明智光秀的人在本能寺之变时离信长太远了，其他离信长更近的人也有所行动。现在通说中，本能寺之变后，明智光秀在三岐之战，也就是天王山之战中，被丰臣秀吉和织田信孝的联军击败，被称为明智光秀的3日天下。由于他谋反太突然，连汇报关系在他之下的盟友大名细川藤孝和藤井顺庆都抛弃了他。然而众所周知，战国时期放逐父母、暗杀兄弟根本不是事。织田信长在统一尾张的过程中，也骗杀了除他之外最大的实力派，他的弟弟织田信胜。如果把文献的考察限定在18世纪之前，会发现，无论是一手史料，或者记录者，或者评说者中，其实根本没有人认为明智光秀弑君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事情。200年来，在日本最受推崇的战国人物，一直都是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和明智光秀3人。织田信长则是和伊达政宗、武田信玄等一起人气不如前3者，这很合理。丰臣秀吉是十分难得的从开局一个碗走上了人生巅峰的平民英雄，德川家康是开创了当朝的豪杰，明智光秀是战国唯一一个在领地内和军令内规定战时抢劫者死的亲民派大名。在个人道德主义的时代，当然这些品质更受推崇。到了明治时期，日本有识之士们尝试重塑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以民族道德主义取代个人道德主义，织田信长英雄说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明智光秀弑君也就成了污名。离题说这个话题是想要说明，明智光秀遭到众叛亲离，绝不是因为他弑君的恶行，只要这个君不是天皇家族或者幕府将军，在战国的当时就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大问题。他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找到信长和信忠的尸首。明智秀满背大锅，我愿称之为明智光秀的赖伊元帅。本能寺之变过程的通说基本出自于路易斯·弗洛伊斯的日本史，在视频的开头已经说过了其中内容。他详细的不可思议，其原因是因为有亲历者在当时就向耶稣会说明了事件过程，这个人就是当晚负责信长安保的黑人武士弥助。日本史中说，信长之死发生在凌晨5点多，这个时间与京都朝廷官员们日记中明智光秀包围本能寺的时间几乎一样。这合起来看似不合理的2种记录，却都有着不同的可信一手史料交叉证明，应该都是相当真实可信的。那么只有3种可能性，一个是明治军神速取得了胜利，这并非不可能，因为明智光秀先搞了风骚的操作，做成了本能寺之变，不排除攻城战也早有精彩的策划。第二种可能是明治军在总攻之前先派出了斩首部队，这也有可能。一些旁证显示明智秀满接了这个任务，但未必比主力先行动。最后的可能就是如八切子夫所说，有人知道明智光秀的计划，先出手暗杀了信长，带走尸首。那这就要拿出最经典的丰臣秀吉说、细川藤孝说和耶稣会说3大阴谋论了。我个人对3种说法都不置可否，准确的说是对3种说法我都不太相信，
但是自己也想不出其他更合理的可能性。总之，1582年日本年报之追加中，安东尼奥·瓦里尼亚诺和糜柱都记录了同一件事。凌晨5点多，糜柱所带的队伍几乎是信长的最后防线，已经到了与信长并肩作战的程度。之后，糜柱被俘，信长躲到后屋。明治军的军官认为黑人只能算动物，就放了糜柱。然而，忠勇的糜柱被释放之后，又去2条城帮助信忠作战，然后又被俘了。这次的明治军军官依然认为黑人不算人，不用俘虏，再次释放了他。然后他就去寻求耶稣会的庇护，向他们说明了自己所经历的事情经过。安东尼奥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但他也记录了相同的凌晨5点左右，明治军攻到信长住处，糜柱等人组成的最后防线最终不敌被俘，信长躲到后屋。可能是信长家女眷告诉他的。明治军的记录显示，他们收到了命令，不必杀死侍女，所以很多织田家女眷躲进了附近的公共建筑，可能有些躲到了一街之隔的耶稣会天主堂，而安东尼奥就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事件经过。无论如何，两个人记录了相同的时间和过程，应该相当可信。于是弗洛伊斯在写日本史时就注解说，他认为是明治军以外有人抢先发起了进攻。很多人认为他是在暗示丰臣秀吉干的这事，但毕竟丰臣秀吉说只是一个阴谋论，而且细说太多我也不太相信，就不适合在这里展开了。我虽然对此说不置可否，但如这2期视频所说，我个人是认为确实有人抢先夺走了信长和信忠的尸首藏了起来。是否是丰臣秀吉的安排就不知道了，而这引起了后面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各路诸侯畏惧信长，不敢站队，明智光秀众叛亲离，10日而亡。不仅织田信长自己生死，织田军中实力最强大的明智光秀和织田信忠2大派阀也一起被消灭，各方诸侯势力重新平衡，注定了丰臣秀吉后来只能用分封的方式完成统一，也就注定了他的天下不会太长。都看到这里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